今天过来准备收获一批大蒜了，这个位置种了5种大蒜，咱们先来看一看5种大蒜在收获前都长成什么样子了。把头的位置是音乐大蒜，即使是都抽过蒜苔放倒了，个头还是显得挺大的。这一颗直立的是蒜苔没有抽，后来抽的时候是从上边这个地方给截断的，所以它这一部分还是直挺挺的长着。紧挨着的第二部分是紫色意大利，这一批蒜的蒜苔抽的时间比较晚，我们后来也没怎么顾上，所以现在这上边还都有蒜苔长着。你像这种蒜苔，上半部分还是嫩的，还是可以吃的，下边就有点老了，就不能从下边割了。还有一些它的蒜苔本身长得就比较小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，像紫色意大利这种蒜，如果我们要用它来主要收蒜苔的话，其实是不是很划算的。虽然有一些个头也还可以，但它总体上来说比 Music 还有格鲁吉亚火这2种大蒜的蒜苔还是要差了不少。接下来是第3种蒜，叫德国红。德国红的长相和紫色意大利还是挺相似的，而且抽的蒜苔也是差不多的。有些蒜苔长得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它和紫色意大利有类似的毛病，就是抽蒜苔的时间有点太晚了。其实主要还是我们的问题，因为太忙了，他们抽蒜苔的时间又不一样。我们收蒜苔的时候，总是有的正合适，有的还非常小，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全都收获。我等下把这2种蒜还没有收的蒜苔都给它先收一下，收下蒜苔之后，看目前的长势，还得过个1周多，可能才能拔这批大蒜。看这大蒜地里边还长出了小麦，而且麦粒儿是挺饱满的。之前有朋友说种大蒜或者是种其他的蔬菜，如果铺麦秆的话，可能会长出很多的麦子来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些麦子怎么说呢？其实并不影响这些大蒜的生长，而且长得也不是很多。如果在意的话，就早点把它拔掉；如果不在意的话，就像我这样留着它们，其实也是无所谓的。接下来的这一批全部倒下来并且干枯发黄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收获大蒜的重点了，也是上次我们收蒜苔的时候重点介绍的格鲁吉亚火。这种蒜非常的适合收蒜苔。当时这一批蒜的蒜苔抽的是特别早，长势也比较好，整体长得也比较均匀。基本上在3周前抽蒜苔的那一次，整体上一次性的都收获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想吃蒜苔的话，种这种格鲁吉亚火是相当的划算，相当的不错的。我们等一下挖出来看看大蒜头长得怎么样。接着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大蒜叫西班牙罗哈，它的长相还有长势整体上和紫色意大利以及德国红都是非常类似的，抽蒜苔的情况也是类似的。这一批我们也跟前面一样，是没来得及给它抽的。可能把这3种蒜一起种，一起抽蒜苔，一起管理会更方便容易一些。看样子我今天是没法把这些蒜都挖出来比较一下了。这里边格鲁吉亚火是今天必挖的，再不挖的话就有点晚了。收过蒜苔之后，已经过了3周0几天了。然后最开头的 Music 音乐大蒜，可能再等几天吧，我再等几天再挖。剩下的3种紫色意大利、德国红还有西班牙罗哈，我就等它再过个1周多到2周再挖了。然后小铁锨给它快速的铲一下，松一下土。这样的话，等一下拔的时候就容易很多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是把上边的拽掉了，下边的蒜头还不起来。这大蒜种多了吧，也是麻烦，收获的时间不一致，还得分好几批去收获。这一批格鲁吉亚火实在是等不了了，再不挖的话，可能就又重新发芽了。明年如果要想减少种植品种的话，我打算就种格鲁吉亚火，然后种音乐大蒜。德国红、紫色意大利还有西班牙罗哈，这3个我就大概选1个就行了，因为它们3个差不多。去年种了几棵藿香没管它，看看今年菜园里边到处都发出了藿香的苗。用铁锨挖过之后，这大蒜轻轻一提就起来了。看看大蒜头还是不错的，个儿非常大，非常饱满。格鲁吉亚火这个品种真是挺不错的，我对它的蒜苔还有现在收获的大蒜头都是相当的满意的。继续再拔，看看是个粒还是都这样。看看非常大，每一头都是。哇，个头相当的大呀！真是越拔越开心，强烈推荐这个品种的大蒜。
哎呀，真是越看越开心呢！蒜头长得太好了。看看这一堆大蒜，稍微的给它筛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坏的或者是长虫子的。这个比较小一些，挑出去先。这还有一颗长得好像是有点不好，也不要了。这颗这儿也有一点点的残刺，把它挑到一边。这么多都是挺好的，拿回去让丽丽给编个辫子吧。也不知道长成这种程度还能不能编得起来了。来对比一下我收获的这种大蒜，左边的都是比较好的，右边是挑出来或者有残枝或者比较小的。看看成品率还是相当的高的。右边只有这么7个，3个小的，4个有一点点残枝。这儿还给落了一个，这颗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。这蒜头比我们平常超市买到的好多蒜都大多了。再跟这边这几个长得不太好的、个头小的对比一下，是不是更明显？我本来想把剩下的4种大蒜每一样也都挖出一颗来比较一下，但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，因为这样的比较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太公平的。因为这些蒜在后边1周到2周的时间还能够再进一步的膨大一些，所以我还是等它们真正的成熟了，再把它们挖出来，再做一个统一的比较吧。今天的天色也是有点暗了，我明天下班之后至少是先过来把这些剩余的蒜苔给它抽出来，因为蒜苔对大蒜头的膨大和生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这一批蒜先拿回去收起来。这感觉只有3瓣蒜。这音乐大蒜的蒜瓣就是比较大，个数少。你看蒜瓣大的就是音乐大蒜，应该很明显。那边紫色意大利和德国红都是紫皮儿的，音乐应该是白皮儿的。哦，它们不一样吗？看很明显吧？紫色意大利是紫皮儿的，左边紫色意大利，右边音乐大蒜。你看看没抽蒜苔的，是不是就小啊？你看没抽蒜苔的，就是要小。这个呢也没抽蒜苔。确实是小多了，没抽蒜苔的小多了。哦，挺红的呀，那德国红还是挺红的。它跟紫色意大利特别的像。这些都是没抽蒜苔的。看看没抽蒜苔的，是不是长得会小一些？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，要小好多。最后一种是西班牙罗哈，看看蒜头有什么区别。这颗，你看，确实是啊，没有这蒜苔没抽出来，然后长得就会小好多。这种是抽了的，这种是种的时候种蒜2颗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了。嗯，这边被豹子甘蓝挡住的，应该是长得更小。但是总体上，豹子甘蓝底下见不着阳光，肯定长不了太大。你肯定落了不少蒜，我觉得。你看，你这颗感觉都发芽了似的。你看，有一个在往上长。嗯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么好。这是音乐大蒜，就是蒜瓣特别大，蒜瓣数量比较少。
丽丽把这些大蒜都收回来了。这个是音乐大蒜，这个是紫色意大利，这个是德国红，这个是西班牙罗哈，还有一个格鲁吉亚火是我最早收回去的，现在还在家里放着。这一批蒜是挖的比较晚了，蒜苔抽的也比较晚，有一些还是干脆就没有抽蒜苔，所以总体的长势比第一批的格鲁吉亚火还是要差不少的。我让丽丽每种都帮我剥开了2头蒜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像音乐大蒜，它就是单个的蒜瓣长得特别的个儿大，是这种白色为主，有淡淡的红色的。像这种紫色意大利，它的红紫色长得就比较明显了。再看德国红，基本上也是这种紫红色的色调，和紫色意大利没什么区别。西班牙罗哈和前2个长得也是差不多。所以说呢，现在看到的和我以前下的结论是一致的。像紫色意大利、德国红和西班牙罗哈这3种蒜，我们只需要种1种就行了。它们基本上就是同种类型的紫皮蒜，各方面的表现和特征都是非常的类似。另外，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，就是抽蒜苔比较早的，它的蒜头长得就大一些；抽蒜苔比较晚的，就要稍微逊色一点儿。而没有抽蒜苔的那些，能明显看到它就要比其他的蒜小上1圈。不过，我们下结论的一个前提是，拿来做比较的大蒜，它们上面部分长的茎叶的粗壮程度应该是一致的。我们不能拿粗壮的大蒜和细弱的大蒜比较。通常来说，上面长得粗壮的大蒜，它的蒜头也会要大一些。最后，我把每种都拿回去1头，再尝一下味道。我把上一批挖的格鲁吉亚火也拿出来了，现在5种大蒜就都在这儿了，可以整体的比较一下：音乐大蒜、紫色意大利、德国红、格鲁吉亚火、西班牙罗哈。这里边好几头大蒜都是没抽蒜苔，或者是没有完全抽出蒜苔的，长势情况也就是中等水平吧，还是格鲁吉亚火长得最好。现在我来每样剥出1瓣，尝尝味道了。这些蒜瓣长得倒是都挺饱满的，这个试吃多少还是有点疯狂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啊。我先把它们都给剥开，然后每样尝上1小口。生的时候吃起来味道差异才会明显，如果是做熟了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。来了，音乐大蒜，先咬上1口，挺辣的，不过还能承受。然后紫色意大利，哇，我把紫色意大利给吐掉了，也太辣了，受不了。我预估德国红也是这个口味儿，小心的尝1口看看。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德国红也被我吐出去了，实在是后悔做出试吃大蒜的这个决定了。还剩下2种，我咬牙来坚持给尝完吧。这格鲁吉亚火放的时间是有点长了，所以跟其他的比较起来，应该是稍辣一些的。不过当时刚摘下的时候我也尝了，也是挺辣的。看看现在的感觉吧。辣，真辣，真是挺辣的。但是我没有直接吐出去，是因为它进到口里边的时候，并没有前2种那种蒜的那么强的冲击力。但是后续的辣味还是挺持久的。怎么说呢？辣，但是我还是能咬牙坚持接受吧。最后一种西班牙罗哈了，我感觉胃都有点疼了。这个也被我吐出去了，辣的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感觉说话都受影响了。不知道是因为前边吃的太辣了，到最后一个受不了了，还是真的是因为西班牙罗哈实在是太辣了。这个辣是又强劲又回味悠久，受不了啊！再让我稍微感受一下紫色意大利跟它的对比啊，确实受不了，感觉眼泪都要辣出来了啊！这几种大蒜里边选择的话，如果我们做凉拌菜的话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这种音乐大蒜吧，这我感觉还是能接受的。因为我个人是属于比较能吃辣的，所以可能这个蒜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很辣了。其次就是格鲁吉亚火很辣，但是比另外3种还是要好上一点儿。前面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，音乐大蒜和格鲁吉亚火是我明年还要再种的2种蒜。紫色意大利、德国红和西班牙罗哈这3种我们选上1种种就行了。这3种紫皮蒜呀，吃起来都是一种感觉，都是地狱级别的辣。
要说这批蒜，下一次我种植的时候需要改进的地方呢，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蒜苔在它长起来的时候就给它及时抽出来，否则真的是会影响大蒜头的生长的。再有就是准时的抽过蒜苔之后，过2周就及时的把它们给挖出来。那个时候大蒜的茎叶虽然已经黄了，但是还是足够结实。编辫子也稍微容易一点，否则像这种收晚了，然后再赶上个雨季，这些大蒜的叶子都已经发黑了，而且一抻就断了，没法编辫子了。另外，如果再晚的话，这些大蒜头的地方就会长出小芽来，那个时候的大蒜就不好了，也不好保存了。说来说去呢，一个关键点，我们的菜园明年在种植的时候，还是要尽可能的减少种植面积和种植的数量，否则的话，规划的再好，计划的再得当，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一切也都是白搭。今年就是一直忙，忙到现在了，还有很多活都没有干完呢。